这是雅典最后的狂想曲。公元前415年，一场关于理想、征服与命运的远征即将起航。数百艘战船，数万名士兵，不是为了防御，而是为了荣耀。他们相信，西西里是一把钥匙，能开启新的帝国篇章。年轻人高举旗帜，老人回忆马拉松的胜利，诗人歌颂雅典的光辉。可在这澎湃民意下，质疑声被吞没，理性被淹没。这是民主的高潮，也是理性的溃败。一场战争被包装成神圣的仪式，将整个雅典送上了历史的祭坛。西西里的海风迎来3位将军，他们本该是利剑的3个锋刃，但却彼此牵制。尼西亚斯谨慎而忧惧，日夜担忧远征正当性；阿尔西比亚德沉醉于声望与布局，理想与野心并存；拉马克斯粗犷果断，主张速战速决。只有他提出最直接的选择，立刻攻城，不给敌人准备的时间。可他的声音被民主的程序淹没。一次次会议中，他被视为激进的兵家，最终被安排在前线指挥，而不是决策之席。就在登陆不久，阿尔西比亚德接到召回审判的命令，他微笑着登船，没有辩解，也没有告别。可那艘小艇却没有驶向雅典，而是驶向斯巴达。他选择了逃亡，带着未完成的远征离开了战场。而命运也在此刻转向，因为远征的灵魂被抽走了。留在西西里的是犹疑的尼西亚斯和孤军奋战的拉马克斯，而3人中唯一敢冲锋者却倒在了雪白的城墙前。拉马克斯死后，无人再敢向前。这场远征本可一举攻下叙拉古，但如今他只剩下命令混乱的战士、孤立无援的营地，以及被命运遗弃的将领。失去了方向的雅典军队转向防守，他们在陌生的土地上挖壕建墙，等待援军。但叙拉古并未沉默，在斯巴达援军的策动下，敌人开始反攻，步步逼近。粮草短缺，疾病蔓延，盟邦冷漠，希望像阳光一样从头盔的缝隙中一点点流走。尼西亚斯一次次写信回国，他恳求增援，恳求补给，也恳求撤退。可在雅典，辩论比决定更持久。众声喧哗中，没有人真正听见远方战场的求救。当德摩斯提尼带着援军抵达，舰队像一道迟来的闪电，划破西西里的夜空。但他看见的不是等待胜利的军队，而是一支被困的幽灵之师。他尝试突围，尝试重启攻势，尝试挽救这一切，但为时已晚。西西里的夜色仿佛是一场为他预设的葬礼。叙拉古人已封锁海湾，斯巴达舰队死守出入口。一场夜战打响，火光中，雅典的战船逐一沉没，哀嚎与火焰交织。路上粮尽，海上封锁，援军变成了陪葬。这不是战败，而是溺亡。一座民主之城把自己沉进了海里。他们试图撤退，穿越山川，弃剑而走。可叙拉古人早已封死了道路，猎犬般追踪每一支残军。无数士兵倒在异乡的土地上，余下的被送入采石场，囚禁于烈日与石壁之间。尼西亚斯，那位在雅典人中曾因谨慎而备受争议的将领，在这场已无胜算的悲剧中选择留下。他未曾尝试逃亡，也未求宽恕。在叙拉古人的围捕中，他和将领德摩斯提尼一同被捕，随后遭到处决。没有审判，没有哀悼，只是那岩石之间又多了2具被遗忘的尸体。这些曾梦想征服世界的人，如今被困于一座城市的阴影中。哀歌在夜里回荡，如死神的低语。只有少数人逃回雅典，带回了这个耻辱的故事，而城邦的命运从此不可逆转。这场远征不只是军事的溃败，它撕裂了雅典的信心、制度与灵魂。理想沉没，文明开始老去。